我是自由的，任何的收入阶段，你都拥有自由的权利。跟陈老师组成家庭这个过程中，我跟他吵架很多次，跟他提到离婚这件事情，只要走，钱都拿给你，我没有说出有这样的话了，我还是一个很文明的人。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呢是一集观众敲碗。之前的影片里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我的房地产购物的心得，我的装潢的心得，还有我创业的心得。就常常有观众给我留言说，安娜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财心得？还有观众跟我讲说，安娜，请问财富自由是什么感觉？其实这个话题我真的想了非常久，要不要来和大家分享？因为从财富量来讲，我觉得我的财富的数字远远没有到要教大家怎么样可以搬超多钱去你的账户里。那如果以专业度来讲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只要你走进任何一间银行，那里面如果有理财专员，他都会非常愿意和你分享一些理财的资讯。甚至当你打开社交媒体或者像 YouTube 网站上，都有非常多的专业的理财博主在教大家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找一些投资的标的。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想了非常长的时间，我到底要怎么样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应该就是一个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如何运用一些财富思维，可以让自己离财富自由更进一步。既然聊到财富自由、财务自由，大家觉得到底什么样才是财富自由？我觉得一个很粗浅的概念就是存款很多。大家如果打开社交媒体，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存款单超级多零，下面留言就会说，那他应该已经财富自由了。或者有些时候比特币突然之间涨很多，在那个之前，如果有些人 po 文说啊，我 all in 了比特币，然后大家下面讲说啊，他应该是财富自由了。是不是真的有很多钱的人他就会财富自由呢？我们都拥有1000万来讲好了，我拥有1000万，跟你拥有1000万，跟比尔盖茨拥有1000万，我们每一个人对那个1000万的那个实感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觉得说，好想要拥有一台兰博基尼啊，比尔盖茨买一台兰博基尼，就好像你买一台兰博基尼一样。所以财富自由如果用数字来评判的话，其实还蛮不科学的。毕竟这个钱的数字对每个人的意义来讲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们聊起财富自由的时候，很多人把聚焦在财富这2个字上面，但我的想法更多的是把聚焦在自由上面。我们的工作，大家的工作都是为了什么？为了生计，为了领这个月的薪水。但是你对于财富自由的人来讲，他或许就不需要为了某一种生计去做一件他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通常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退休年龄，大家普遍认知上的一些退休年龄。那如果是一些公务机关的工作，那他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几岁退休，约莫都在60到65岁之间。通常，对，所以在我们大家的概念里面，工作跟退休好像是2个完全对立的事情。但事实上，大家想哦，如果你已经拥有财富自由这件事情，你就会完全躺平吗？其实你可以看到世界上真的有非常多很有钱的人，他依然在工作。他为什么在工作？那个时候的工作是去实现一种自我的价值，他并不是为了去领这个月的薪水，他并不是那么需要这个月的薪水。所以在我的眼里，工作还有退休，它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事情。当我们财富自由了，我们就拥有了选择的权利。我可以工作，我也可以不工作，我可以把我的时间分配在我更想要分配的事情上面，分配在我认为更高价值的事情上面。去年有一个美国的富豪非常的红， Netflix 甚至还帮他拍了一个纪录片，他叫什么 Brian， 他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抗衰这件事情上面。这就是他财富自由之后，他认为那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把他的时间全部都分配在了这一件事情上面。你说他做这件事情没有赚钱吗？他做抗衰这个事业，他一样有赚非常多的钱。所以这就是财富自由的一个状态，不单纯是他拥有了很多钱，他可以把他的时间放在他想要花的那个事情上面，并且这件事情还帮他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我想这就是财富自由跟财富不自由的人工作2个非常不同的状态。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看到过一个小故事或者小分享，其实我已经忘掉了那个分享的人他明确的到底是谁，但是他这个故事到现在还影响着我。我们通常说，你要在完成财富自由的第一件事情，你就要去赚第一个小目标，去赚第1桶金。可是那个分享非常有趣，他说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去赚一笔叫 Fuck You Foundation 这个话听起来不是很好听。这个分享人他为什么要叫这笔钱叫Foundation 呢？他希望在工作过程中，当他面对到不喜欢的、已经踩踏他自尊的、完全无法忍受的工作的时候，他可以没有负担的就说出那个不好听的话，逼的那个话，因为他有这一笔钱给他兜底，他有这笔钱可以拖住他的生活一阵子，他不需要为了赚那一点点钱，然后就完全放弃他自己的尊严。所以我当时对这个故事印象非常深刻，甚至这个故事到现在都对我影响很大。当然我没有把这笔钱称之为
Q Foundation， 因为我实在是觉得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听，工作过程中还是不要莫名其妙的去骂脏话比较好。可是我在工作最初的那一阵子，我确实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小目标。我的小目标就是希望说，当有一些工作会让我失去我的底线的时候，我就不要再去做这件工作。我和陈老师在创业的过程中，也有遇到过非常非常多次类似的事件。有一次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经投入200-300万台币，那个合作方一直常态是在刁难我们。我当时其实已经有一些感觉，我觉得他应该是想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的这一份合作给到他有好处的那个团队手上。Anyway， 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非常多，在我看来，我觉得是有受辱，我和我的团队都有受辱的状况。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即便我已经把钱投下去了，不可以为了觉得这个沉没成本非常大，我就觉得说好没关系，好我们再继续下去，你怎么做我都 OK， 我们只是为了赚这个钱。我那时候就算一算那笔钱之后，我就觉得说还好，我只是付200-300万，我可以接受。我宁愿我后面钱都不要赚，并且这笔钱已经损失的情况下，我也不想要让我和我的团队再去接受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好，我们这个合作就终止吧，我们不要再合作，我们不要再往下推进了。我没有说出这样的话啦，我还是一个很文明的人。可是其实意思上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累积的财富可以帮我承托住这一笔钱。我哪怕没有后面的收入，哪怕这笔钱损失了，现在我的生活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所谓的财富自由。我在那个当下面对200-300万，我是自由的，我没有被他绑着跑。对于大家来讲，任何的收入阶段，你都拥有自由的权利，不是说一定要账户里面拥有非常多的零，你才自由了。事实上，拥有非常多的零，也有很多人他没有自由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你赚的钱跟你的消费，它是一个水涨船高的关系。在你刚刚开始工作，刚刚开始闯荡社会的时候，你愿意去住顶家，一个月6000块，现在一个月6000块还租得到吗？我试问，如果当你已经月入20万、30万、50万，你还想要去住顶家吗？你不会想要住顶家的，你一定会想要换更好的房子，用更好的车子，拥有更好的生活的水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管控好我们整一个钱是足够负担你的支出的情况下，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获得自由。可是其实当你好好的管控好的情况下，你刚刚开始工作，你的存款没有很多的情况下，你一样拥有自由的权利。所以大家发现没有，财富自由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自由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财富自由这个第一个话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刚刚聊这么长的时间，重点都是把它放在说财富自由是一笔钱可以去承托你现在的生活，一笔足够的钱。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到底多少钱它才够呢？到底多少钱才被称之为财富自由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定义，以个人来讲都好说，因为一个人一年要花多少钱，大概自己都很清楚。但是你确定吗？我们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可能很多观众或许从来没有想过去年到底花了多少钱。哪一些观众被我说中了，下面给我留言。很难以定义的是说，你未来会不会结婚，会不会生小孩，小孩子要不要出国念书，会不会生病。我觉得刚刚陈老师说的非常对，我想应该也是很多人在做人生规划、财富规划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但是难道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或者遇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份预算我们就不用做了吗？这份规划我们就不用做了吗？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不论你的工作是在做生意也好，还是你的工作是在任职也好，在职场生活，大家在拿到一个项目的时候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做预算规划。或许你可能不是那个负责人，但是整一个项目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人要为这一次项目去做一个预算表。没有预算的项目是非常可怕的，没有预算的项目大概率都是亏损的。去做了这个预算表，不代表我们不会亏损，可是至少这个亏损会在相对的可控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对我们整一个项目负责的保障。一个项目钱大概就是这样子，执行的时长就是这样子。我们的人生这么长，然后可能会遇到的金钱这么的多，这么的庞大，大家又怎么会觉得说一个项目应该做预算，而我们的人生可以不做预算呢？难道项目就没有风险了吗？项目一样有风险呢，可是我们还是会去做，对不对？所以其实不论有没有风险，有没有变动，先给自己的人生去做一个规划，给人生的财务去做一个预算表，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份预算表越早做越好。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做预算的人。你为什么笑？我就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要做一首歌，我可能想说，好，我这个要去美国做母带，然后这个要去韩国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跟我说，不行，
预算不够，我就是会控预算控得非常紧。我的预算不是乱开的，我的预算真的是会跟着我们实际的情况，想要做的那个事情是不是必须要花那么多的钱。如果花那个钱可以马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可能真的就会去花。可是如果其实还好，我就不会去花那一笔钱。这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去做的一些开销是一样的。如果我去做了这笔开销，它会给我一个非常长远的正向的影响，不论是对心情的也好，还是对一些知识认知上面的一些影响也好，我就会去愿意去花这笔钱。可是这笔钱如果花下去纯粹只是for炫耀for爽一下，可以 po 一个什么，那我就不会去花这笔钱。我说到这边，大家是不是可以去回顾一下过去这6个月12个月的这个花销，是不是有一些花销真的是为了某一个社交场合某一个社交场合让你觉得看起来好像好那么一点点，然后其实这个好一点点只有你自己感觉到，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对你产生正面的影响。我觉得这一些钱可能就是大家需要去思考一下的。我说的有点远，我们拉回来一下，财富自由那笔钱到底是什么钱？它是一笔留在你账户里的一笔钱。那留在我们的账户里的钱，大家都会算嘛，就是我们赚来的钱，然后减掉我们花掉的钱，这个钱就是我们留下来的钱。如果留得下来的话，有些人会不会减完的发现所以是个负数？刚刚陈老师的分享跟担忧，我觉得很正确。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办法确定之后究竟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大块的，比如说我是个不婚主义者，那我就应该人生里可能就没有这个结婚的选项。我就可以去按照我没有结婚的这个选项去做我的财务规划，那就很简单很 clean， 我一个人嘛就好算。最简单的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把自己过去12个月的账单拉出来，因为现在都是电子化的，就算没有记账，你都可以知道我过去12个月大致花了多少钱。信用卡账单也好 Line Pay 的账单也好，反正把它拉出来看一看过去12个月我究竟花了多少钱，然后乘以25。这个公式不是我乱想出来的，这个公式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 The Algebra of Wealth， 这一本书上讲了非常非常多关于财务自由的方法，这个公式就非常的可以被大家借鉴。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了解财务自由的想法或者一些数据，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除了财富这一部分之外，还分享了很多很多关于人生观啊，关于一些道德观啊，关于一些夫妻之间如何经营的一些法则，非常推荐大家。不是广告，真的是想要推荐大家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呢就讲说，你的过去1年的花费乘以25，基本上就是你人生可以获取自由的数字。除了这件事情呢，我想要提醒大家，财富的规划是需要滚动的去 review 的。当你的人生进入到下一阶段，或者你的人生又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动的时候，你就要重新去做这个数字的计算。比如说你现在是单身，1年的花费乘以25是这样一笔钱，可是隔年呢，你结婚了，结完婚之后你还有生小孩的计划，这时候你的计划就需要完全的重新盘整过。首先你结婚了，会不会遇到婚姻问题？离婚在不在你的计划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事情非常的重要。有一些人会觉得人生是可以接受离婚的，有一些人他就不能接受。比如说我觉得我的观念还是蛮传统的，虽然我跟陈老师组成家庭这个过程中，我跟他吵架很多次，跟他提到离婚这件事情，可是我没有真的想要跟你离婚。对，所以我其实不用那么紧张的。你还是要紧张一下。我之前没有真的想要跟你离婚，我说离婚都是想要让你跑回来挽回我啊，这个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在我之前的规划里面，离婚是没有在我的选项上，所以离婚或许不会对我的金钱产生影响，但是有一些人的婚姻计划里面是可以接受离婚的。我们2个在一起，我也不确定我没有很喜欢你，我搞不好哪天我就不想要跟你在一起，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你就需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它就会对你的财务产生影响。我看过一个数据，大部分的人在经历离婚之后，财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个影响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其中女性因为离婚，财务的损失可能会达到60%以上，那男性差不多在40-50%，它会有一个区间不同，没想到吧？好神奇哦！女生居然亏的还比较多一点。女生在真的下定决心想要离婚的时候，就觉得说你只要走，钱都拿给你。女生会为了孩子牺牲很多啦，钱无所谓，只要你走。这个是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女性她会因为离婚损失更多的财富。不离婚的情况下，非常完整的家庭一样会有其他的因素来影响这个财务的规划。比如说你会不会生小孩？这个小孩生完之后，他从幼儿园开始，你是给他上公立还是上私立？现在大家知道吗？教育 M 型化、分化非常的严重，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非常非常多的家庭去挤私校，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大家可能大部分的人选择公立学校。那孩子在教育上的花费就会变得非常大笔，以及他成长之后，他念大学，
他是不是要出国去念，还是他留在台湾就好，留在本地就好，也会影响非常的巨大。但是孩子的影响，他不会一直很多钱，等到某一个年纪之后，他理论上就应该可以自给自足，他可以拥有赚钱的能力。那慢慢的，孩子上面这个钱对我们财务的规划的影响，就会相对慢慢的少起来。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赚钱的能力也会慢慢的下降。譬如说我们现在30-40岁，正值壮年，财富累积可以比较漂亮的数字。可是当我们体能慢慢下降，接近传统意义上要退休的那个年纪，那赚钱能力就会又慢慢下降。然后健康的问题又会更出来。说到健康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影响财富的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家族有遗传病，有一些慢性的疾病？而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他可能就会在这个上面花费的钱就会相对比较少一点。如果前面什么生孩子、结婚，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的话，生病所需要的花费就不是一件那么美好的事情了。所以大家如果在可以的时候保持自己的健康，也会对自己的财务规划产生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呢，都是在说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规划不能因为有可能出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就不去做规划，还是要做规划。当你有这个规划的时候啊，你在面临一些你要做的选择题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范围可以让你去做选择，不会像一个无头苍蝇完全不知道。比如说，当你要面对你的孩子要上私校还是上公校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我现在的财富量是多少。当我的钱已经超过某个数额的时候，我就可以让他去上私校啊。如果我的钱离我的范围还很远的时候，你就不能去考虑这个问题。当你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非常大块的你的基本的生活。所以这一份规划，为什么说它越早做越好？它会成为你日后人生20年、25年、30年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guide。有些时候错误的选择都会造成后面不可控的因素越来越多，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消费，比如说小孩子上私校、公校。买车的时候，我到底要买这个100多万，还是我买那个200万的车？过度消费了，造成其他的不可控因素更多了之后，心情啊、情绪冲突都会更多。这里我要分享一个问题，既然讲到家庭冲突这件事情，我们虽然跟今天的话题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家人跟财富它是一个绑得非常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借着这个话题，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美国的一项统计里面，我们以为家庭分崩离析，夫妻关系结束，可能是因为另一方的过错，比如说什么出轨啊，或者什么。结果不是，夫妻关系结束影响最大的居然是金钱关系。真的？金钱关系代表着，比如说有一方遇到了金钱的问题，或者两个人金钱观不合，是导致夫妻关系结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在我们的文化里也常常有这样子的话，叫贫贱夫妻百事衰。这句话听起来蛮残酷的，但不得不说它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的这个表述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的好。什么叫贫贱，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话。我认为如果用一个更好、更客观理性的话来描述这件事情，就是当你的财务规划没有好好做的时候，夫妻可能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是你之前都没有想到过。明明你可能很爱他，结果他的金钱观跟我的金钱观完全不一样。我是一个非常理性，想要规划好每一笔支出的人，结果跟我在一起的人超级大手大脚，无所谓，他花每一笔钱都没在想的。那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你说他怎么样可以获得财富自由呢？永远没有办法自由，一个人在往这条路走，一个人往那条路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一趴是我等一下会讲的非常重要的一趴，可以往下听一听。那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呢，就是在讲到底什么是财富自由，什么是财务自由，还有和大家分享了不论怎么样都要去做这个财务规划。那不知道大家听完刚刚这一整个描述，对自己的财务规划是不是有了更明确的想法呢？有没有把那个总 total 的数字算出来？现在离那个财务目标还有多远的距离呢？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你的财务自由进度条。我期待可以看到200%的那种。200。我出生的时候就财富自由了。出生财富自由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股市牛市的时候，身边总有那几个7大姑8大姨，现在股市太好啦，我今天一天就赚了100多万。在网络上有很多那种什么少年股神，每天秀那个账单很多个零。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当新闻里说那个股市最近不太好，房市不太好的时候，他们就闭嘴了。真正可以把财富留下来握在手里的人，他就是这么少。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啊。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